欧洲越是羞于依赖中国，我们越让他们认清现实，没中国他们真的不行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面对西方针对俄罗斯依赖中国的这个质疑，前几天普京给了一个正面的回应。他反问道：“难道他们欧元区就不依赖于中国吗？他们自己很久之前就依赖了，但他们却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。其实他们乐在其中。”欧洲提出这个质疑，其实他们自己是根本不在乎普京回答依赖或是不依赖的。他们想看到的只是普京陷于依赖于中国的难堪，但没想到普京的一句反问，让欧洲人自己也哑口无言。但是除了反呛欧洲之外，个人认为普京的反问还包含了3层含义。第一，欧洲很在意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，因为在以前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更加密切，中国只是个局外人。那个阶段，欧洲自认为能简单的拿捏俄罗斯，所以在俄乌冲突爆发后，西方整体都很自信，觉得自己光靠非军事手段就能逼迫俄罗斯就范。结果1年多下来，俄罗斯的经济是越打越强，欧洲反倒撑不住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。第二，对依赖中国这件事，俄罗斯已经脱敏了。放在1年前呢，你跟俄罗斯人唠这个话题，人家多半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，因为长期以来俄强中弱的印象深入人心，让俄罗斯这个曾经的老大哥承认自己依赖中国，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但一场俄乌冲突下来，俄罗斯的心态改变了很多，对依赖中国这事儿也看得开了。有利于发展的事儿，有什么羞耻的呢？第三，欧洲知道自己也依赖中国，但羞于承认。为什么羞于承认呢？很简单，欧洲是经济发达地区，他们觉得自己掌握高端的技术产业要高中国一等。那现在轮到欧洲依赖中国，这种心理的落差让他们接受不了，所以就会出现了明明乐于背靠中国赚大钱，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肯承认对中国的依赖的这种现象。那么站在中国的角度，我们怎么正确看待俄罗斯和欧洲对我们经济的依赖，并正确处理跟两国的关系呢？和俄罗斯肯定不用多说，按现在的合作路线继续推进就行了。面对欧洲，个人认为他们越是羞于依赖中国，我们越是要让他们承认，他们没中国真的不行。其实啊，我们最近的主攻方向就是欧洲。前几天我国总理不是访问欧洲，先去了趟德国，然后再去法国，为的就是打开欧洲的局面。而且这个先后安排是很有讲究的。你看，为什么第一个去德国？因为德国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啃的一个骨头。在中国总理出访前，德国推出了一个国家安全战略，其中关系到中国的部分表述的都不太友好，但他又留了一线，这其实就是德国羞于依赖中国的一个具象表现。明面上，他要对中国实行去风险、撇清关系，但实际上德国也知道这根本行不通，所以我们的高层访问德国，就是要让德国认清现实。咱们的那句话说的振聋发聩，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，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，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。中国总理去过后，德国是什么态度呢？舒尔茨在当天就表示，德国政府不应当将所有对华出口都置于监管之下。看得出来呀，中国的话舒尔茨有听进去，但听进去了多少，以后能不能落实下去，我们还得看德国的表现。德国如此，欧洲也是这样。欧洲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对华依赖并不是什么威胁或者羞于启齿的话题。在全球经济化的浪潮中，各国的经济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是一种正常的现象。有合作才有发展，有发展才能繁荣。拒绝繁荣所付出的代价，欧洲真的愿意承担吗？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